一警官继续不动声色地讲述当时的情景，一边试探性地说，当时有人在水库边看到3个小青年以及作案人留下的证据，一边观察小峰的反应。其中一个胸前有纹身，还有人说是同性恋，但我认为完全扯淡。同性恋会强奸女孩吗？此时的小峰内心慌的一批。另一边，阿道与一个妇女遭到飞车抢劫，他没来得及多想，拉住身边一个女孩做证人，开车追赶飞车贼。飞车贼被追到无路可走，下车掏出匕首，对着弱小的女孩冲过来。关键时刻，阿道挺身挡住了刀子。众人合伙制服飞车贼后，阿道不顾重伤，开车火速离开现场。回到租房自己处理伤口，把偷听的房东都吓得惊慌失措。晚上小峰回家发现受伤的阿道，我干，赶紧送他去医院。在医院又接到电话说尾巴摔倒，尾巴摔倒了，这不说话还小便，这抽筋。尾巴是3人捡来的弃婴，管他们3个都叫爸爸。小峰跟阿道说起今天的情景，他们都觉得一警官掌握了不少证据，他们得尽快离开，商量着明天就把尾巴送人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峰依依不舍地把尾巴抱上出租车。听到尾巴撕心裂肺的哭声，小峰拦下了阿道，告诉他体检报告是假的，尾巴再不做手术1年都活不过。他们决定筹钱给他做手术。没想到在医院碰到了一警官和他妹妹小夏，小夏激动上前打招呼，告诉他哥，阿道就是那天追劫匪的的哥。敏锐的一警官一眼就认出阿道就是之前被打劫不报警的那个司机。阿道和小峰一阵心虚。此时一警官接到电话说有人跳楼，就着急和小峰取出任务了。小峰，小心危险一点，在这住着。车上一警官询问他和阿道的关系，为何阿道那么着急出院。小峰无奈之下只得告诉他，他们一起领养了一个弃婴，急需用钱做手术，这才打消了一警官的怀疑。到达案发现场，小峰正在屋内勘察，回头发现一个举止异常的男人，他喝下一口白酒后，不顾一切向阳台发起冲锋，一跃而下。小峰及时抓住了男子的手，救下了他。回去的路上，一警官去了西龙找师傅喝酒，得到了一个重要讯息，当年的灭门案中的女子跟别人生有一个孩子，但是这个孩子好像没有人见过。隔天他们破了一起赌博案，一警官告诉小峰赌资数对不上，小峰承认了是自己拿的，但一警官说他自己会补上这个窟窿，让小峰走了。小峰离开后忽然发现自己刚刚留在桌上的指纹被一警官提取，他捏住之前跳楼案救下的男子留下的电话号码，若有所思。跑哪儿去了？害得警察把驾照都没收了，你知道吗你？一警官看到那个男子来接小峰，同事说小峰最近跟那个台湾人走得很近，于是拦下出租车跟踪2人。来到酒庄，却看到让自己脸红心跳的一幕。